日本正在积极开发可以打那种1000公里的，跟中国一样高超音速的滑翔体，用 HGV 来打，那就是弹道型的啊。很抱歉还没看到啊，等到看到了再说。大家较量嘛。可是你日本可能会面对东风，东风打不几型啊，一打东京就不见了，大阪也不见了，广岛也不见了，长崎也不见了。这个你日本自己想一想啊。日本的产经新闻就报道了，说日本防卫省在研议，假如中国真的侵台的话，那自卫队跟美军首先他们的目标就是要集成福建舰，让登陆的舰艇兵力可以减少。但是同一时间，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央视也公布了福建舰有最新的进展哦，是他们正在展开这个海上的实兵训练，而且不是单打独斗，它旁边有055大区延安舰、054A 通辽舰、歼35、歼15T、歼15DT， 还有空警600。好，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护卫队是非常非常的完整。那显示出，其实现在中国海军它的整体的作战能力是越来越成熟。我们要请教蔡委员您来看，因为现在呢，日本口头上说他要集成这个福建舰。但是以他们的实力来说，真的办得到吗？还是说在这些王牌搭子的护卫之下，被攻击的话，会不会日本是先被反击的？我觉得日本人可能要面壁吹牛个3年再来吧。为什么？你要打航空母舰，在睡觉的时候绝对做得到，但是如果你白天的话，就没办法做白日梦。我们要检讨一下日本有没有反舰导弹。没有反舰导弹，你打什么航空母舰？好。那检讨它有没有？它还真的有哎。可是问题，它的反舰导弹，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它的12是地对舰，就地对舰打，那只能打200公里。福建舰没事干，跑到你200公里的岸边干嘛？这就说不通。所以日本的岸置机动反舰导弹只能打海警船。再来哈，它增程式的可以到1000公里。那对不起，可是亚音速的，就是不到超音速，那也没什么用。为什么？穿透力不够，而且航空母舰会距离你1000公里吗？也不会，起码距离你1500公里啊，因为太近了哦，你飞机起飞2、3就到了嘛。那再来海上有没有反舰导弹？有，它904的200公里，174的这个300公里多一点，然后。说12舰载式的未来会到500公里，那我不晓得你这个舰队要靠多近，这就早就被福建舰给打沉了啊！再来，还有空射的反舰导弹，完了更经典，它有 ASM 1号，他自己做的70公里 ，ASM 2 170公里 ，ASM 3它叫做高速反舰导弹，据说可以到3马赫，但是那还不是高超音速，3马赫。可以到200公里，这种射程怎么打福建舰？所以我说，日本先生白天不要吃太多安眠药，会打瞌睡啊。所以这个叫吹牛皮。那你说可不可以用美国买的战斧导弹可以打1600公里？问题战斧导弹是次音速的，而且是在战斧导弹主要是公路用的啊，要做反舰那还早的哈。所以他说，日本正在积极开发可以打那种1000公里的，跟中国一样高超音速的滑翔体，用 HGV 来打，那就是弹道型的啊。很抱歉还没看到啊，等到看到了再说。大家较量嘛。可是你日本可能会面对东风，东风打不几型啊，一打东京就不见了，大阪也不见了，广岛也不见了，长崎也不见了。这个你日本自己想一想啊，自己想，这是比较实际的问题。拉到日本的内部来看，因为现在包含冲绳都出现了名义上的裂痕跟分歧了。因为冲绳本岛其实呢，因为在这个2战的伤痛到现在呢，其实他们的反战情绪是非常强的。从图卡当中您看到，这个不再有冲绳战役会的会长他就说呢，其实如果台湾有事，美军又从冲绳出兵的话，那他认为说冲绳就一定会被拉入这个战争，那当地的人民是被牺牲的状态。但是呢，石垣岛就不一样了。
态度了。石垣岛的市长他说可以理解高市早苗的说法，所以他认为如果中国封锁台湾，那石垣呢本身就会是第一线城市，所以他认为说这个准备是要先做好的。好，李将军请教你，也就是说现在冲绳本岛不想打，但石垣可以当这个前线。那如果中国真的封锁台湾的话，包括了石垣在内的城市，也就是说会陷入危机。中日两国如果真的在这个宫古海峡爆发冲突，您觉得谁占上风？你问的有2个地方，一个是石垣岛，一个是宫古海峡哈，我分别就是这2个地方来说明。第一个来讲的话，就石垣岛哈，它是毫无抵抗的能力，因为这个解放军在前天已经证明了哈。那石垣岛这个从石垣岛跟台湾中间来讲的话，解放军用了一架无人的这种飞机和无人机从这边台湾跟石垣岛中间穿过哈。这个我研判可能是经常来台湾的那个无人机了。它的如果说是这架无人机的话，它的这种在空滞空的时间有到15个小时。那当时这个日本自卫队它的这个战机曾经有起飞哈来做这个监视的这种动作。但你要知道，无人机对抗有人机来讲的话，除非说真的开战，不然的话绝对是有人机吃亏的。因为你有人机在空中来讲，你飞行员不管是油料或者是人员的体能来讲，你最多就是2-3个钟头，那他可以在这边无限给你绕15个小时，那你怎么去应付它？可能这个几波下来讲的话，这个人疲马困，你又不敢将它击落，所以这是石垣岛的一个状况。当然，如果说真的暂时来讲的话，以解放军现在的无人机能力来讲的话，应该很快可以解决掉石垣岛哈。那至于说宫古海峡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在宫古海峡发生开战的话，那日本是100%占领有利的地位。那为什么？因为宫古海峡，我们大家看一下啊，整个所谓的第一岛链，大陆这个海军它要出第一岛链，大概不外从2个地方，北边就是宫古海峡，南边就是巴士海峡。那宫古海峡最宽的地方约300公里哈。我们如果说按照蔡委员刚刚所跟我们讲的这种它的对舰导弹的射程，假设说有200公里的话，它分别在宫古海峡的2端部署这种对舰导弹来讲，它就很容易可以封锁整个宫古海峡。你要通过它的话，那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如果再加上布上水雷来讲的话，可能解放军要通过这个地方难度就会增加很大。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解放军他如果说要出第一岛链的话大概除了宫古海峡就是下面的巴士海峡。所以我认为他有3种方法会出宫古海峡。第一种方法就是先下手为强，这个开战之前就先将宫古海峡周边的这种海空的导弹阵地将它摧毁掉，它才可以确保它舰队可以这个进出所谓的第一岛链。第2个方法，它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在讨论的，也有可能会实现，就是它让琉球建国，琉球重新复国，然后让琉球跟中国来讲，双方来讲建立一个很好的友谊关系，这样的话保持中立，那中国的海军舰队自然就可以出宫古海峡。第3个方法就是占有台湾，这个我们前一阵子大家有讨论过，福建舰最好的母港在哪里？如果说地缘来讲的话，不就是台湾吗？如果台湾来讲的话，就北边来讲的话，它就不会被琉球群岛所钳制住，南边来讲也不会被菲律宾所钳制住。它如果从台湾出去来讲的话，就是广阔的太平洋。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地缘战略这么重要，为什么高市早苗会讲这种话。他认为说是他有把握在宫古海峡这边堵住中国的舰队，所以他才敢这么嚣张讲这句话。那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一直要统一台湾，除了说是民族历史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就我国家如果说要发展海权要强大，那最好的进出太平洋的路就是台湾这也是地缘战略对整个国家发展最大的影响在这边。所以我认为但是随着武器的进步未来是不是如此，可能会有所改变。比如说这个有无人机的时代来临来讲的话那是不是会改变现有武器的这种射程，或者是它作战的效能，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是在目前状况看起来的话，如果在宫古海峡发生海战来讲的话，以地理上面来看的话，是日本占优势。但是日本他敢说这个话，也不是说他没有底气，因为最近在日本在做什么呢？首先是因为它的飞弹产业，其实这几年来进展是非常的大的。共同社就报道了说，日本呢，它呢已经将这第一批由五角大厦授权他们代工的爱国者飞弹出口到美国。那其实这是2战之后首次出口这种杀伤性的武器。
那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现在也在考虑他要修订这个安保3文件、非核3原则，甚至说可能允许美国在日部署核武。好，换句话说，日本呢现在呢不但是要出口这个杀伤性的武器，而且要引进核武。那赖教授，你来看，也就是说，他们这个组合拳真的已经架好了，所以是有这个底气可以跟中国来对抗吗？我同意这个蔡委员的说话，这个也是大话了啊，因为。连美国这个川普他自己说，他要打造一个金穹啊，这个因为以色列有铁穹嘛，那美国有金穹，金穹都没有办法拦截俄罗斯的导弹，那他更不可能拦截中国大陆的导弹，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导弹这个部分，大陆的发展比俄罗斯、比美国还要强，尤其是中程的弹道导弹，超高音速，目前来说，在全世界。居于最高领先地位的就中国大陆，那你想，这个金穹就是要从外太空开始进行这个第1套的防御圈，再从高空第2套，然后再从大气层第3套，一直到进来的时候才是爱国者导弹，已经是净空的防御了。那日本的防空导弹是经过美国授权的，所以也就低空的防空导弹，啊，所以这个。它的杀伤力并不大的啊，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大。就像台湾也有爱国者2、爱国者3啊，可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它本身的防御能力是有限的啊，因为它拦截不了超高音速的导弹。为什么？因为它最高的马赫就是4.5马赫。那你怎么4.5马赫？你怎么可以追10马赫的导弹呢？也就是说，你慢车速你怎么能够追得上快车速呢？而且更何况是中国大陆的。导弹它有经过2到3次的变换，我们叫做变轨飞行，就是变换飞行姿态，你的演算基本上是来不及的。也就是说，当它产生第1次的变轨的时候，你的电脑要去重新捕捉它，重新计算，那你基本上你的防御的时间就一直压缩了。到最后，它在穿破大气层要开始进入攻击的姿态的时候，它还可以再变轨，因为它是水漂式的。它不断的在变轨的过程中，你的计算根本来不及，等到你发现的时候，你已经被击中了。所以我想这个是大话了，大家都知道，讲这个说所谓的我已经有能力因为美国授权给我制造这个爱国者3，那也就是引进美国的技术，那我已经有这个能力没有基本上来讲，我们觉得这个是净空的防御，它效果不大。就这样，很多人在嘲笑台湾，就说你买一堆爱国者，你基本上来讲拦不住解放军的。这个导弹的这个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更何况就是导弹并不是只有1、2枚，无人机，还有各种火箭弹，还有各种那个水面或者是水下，或者是空中，或者是地面发射的各种导弹，对日本来讲，它没办法拦截的。你看看这次大陆为什么在黄海进行实弹演练？在大陆在黄海进行的实弹演练，你用我们讲弹道导弹好了，就是抛物性原理。你把它一拉的话，它的作战半径就在日本的全岛了。所以为什么黄海的实弹射击那么重要？而且那是一种警告式，也就是说，你本身把它，因为我射高射很高，那我把这个弹道导弹一拉平的时候，你涵盖在日本的全岛的情形下，日本本身是拦不住的，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讲到无核3原则的问题。大陆的核武使用是对于没有核武国，它是不会使用的。但是你一旦有了核武，那你就是构成中国大陆用核武攻击你的这个对象了。那我们再来看，核武基本上来讲，你要注意一个是弹头的部分，战略跟战术的弹头；另外一部分就是载具，载具就是我把你送多远、送多快、送多准。那核弹本身的准确度并没有那么要求，但是它的速度要快，要投得够远，然后它的弹头的造成的杀伤性的威力要够大。好，那最后一个就是你的承受力。我们一般来讲，我在法国巴黎大学读国防战略研究所博士班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老师他是核武专家，他就谈到了就是核战哪一些国家打得起，哪一些国家打不起。那很明显的，日本是打不起任何核战的。为什么？第一个，国土面积狭小；第二个，人口多；第三个，整个东京经济板块太密集了，所以它本身承受不了任何核弹的攻击。那因此，日本发展这个核武的问题
非但不能够威慑到中国大陆本身，还会遭到俄罗斯、朝鲜跟大陆本身的双方都是核武国的攻击。蠢成这个样子，这是人类间的奇葩。好，现在外界在观察说，高市早苗是不是把日本整个拖向了地缘深渊呢？就是因为这一句台湾有事论，大家在说踩到了中国的主权红线。那日本特使您看到急急忙忙赶快飞到这边，要来北京要来灭火，但是您可以看到，其实中国这方的态度呢，中方官员是双手插口袋，被认为说显然这个怒火并没有平息，而且越烧越旺。我们就来看一下当时的画面。好，现在中日双方的关系真的是越来越紧张，但是呢，现在大家在说高市早苗好像不但没有要灭这一把火，而且反而是往火堆里在倒汽油。因为日本媒体在爆料说，高市可能会在12月26号的时候，刚我们来宾也提到要突袭参拜靖国神社。好，时间拉回到2013年，其实安倍晋三就是选在这一天，他用首相的身份去参拜了靖国神社。但是这个举动呢，不但是挑衅，而且是赤裸裸的把这个历史的伤疤揭开来，把中国的国仇家恨踩在脚底。好，大家就在想说，高市这个举动参拜靖国神社是豪赌吗？还是说高市现在就是全面失控了？那岳老师，你来看北京方面呢，会怎么样让日本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一次问题之所以严重的话呢，最主要是有4个方向的啊，这个让这个北京觉得非常不爽。那么我前面要讲到，刚刚这个刘劲松跟这个金井正章啊，他们之间的话呢，确实应了现在时下一句很流行的话了，就是说刘劲松是从从容容啊，2个手插在2个口袋里啊，然后那个金井正章呢是匆匆忙忙了啊，还没有连滚带爬，其实也差不多了哈。那么我要顺便要解释一下，跟刚刚他讲，2个手插在2个口袋里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握手。这是外交动作，这是不握手。这里面实际上大家要了解。然后呢，针对于日本人呢，非常要面子。那这个金井正章呢，急急忙忙跑去啊，真的是有一点这个匆匆忙忙啊。我觉得他去的时候呢，他不得不去啊。他其实是负责大洋洲事务的，他这边要测探一下口风，大陆生气到什么程度？大陆生气的主要原因有4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高市早苗用的语言啊，它的 implication， 那它含义上是的确燃起了历史上的仇恨，因为他用了存亡危机的时候啊，然后呢918事变也是存亡危机，77事变也是存亡危机。整个日本侵略中国的过程当中的话，常常用了这套借口啊。这个虽然是借口，但日本拿来当这个军国主义的发展，就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日本的存亡危机。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后续的发展啊，后续的发展的话呢，整个过程当中啊，高市早苗不但是死不认错，而且说呢，讲话一次比一次的狠。为什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因为日本高市早苗刚当选这个首相，刚在川普面前的话呢，装可爱，然后在印尼总统面前把椅子拉近距离，表现的都很可爱的这种感觉啊，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年轻人当中82%支持他，年轻的女性88%支持他，全日本人的话呢，年轻人18岁到30岁人通通支持他。所以后续的发展，那民意的话呢，基本上也高居不下，就是大陆无论如何怎么样警告，都至少有46%以上，甚至60几、40几。整个民意来讲的话，以日本现在的首相的领导地位来讲的话呢，这个比例实在是高的有点不像话，让中国本身来讲真的是面子拉不下。最重要的是政客当中讲话的有几个人哈，鸠山由纪夫啊，说他小狗叫来叫去，对不对？野田佳彦讲说你根本很不得体啊，你没经验，对不对？然后呢，最严重的是石破茂讲，一开始就第一个就反应了，但是很遗憾的，这3个人都不重要。真的是麻生太郎没讲话啊，有影响力的人都没讲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你可以看得出来，那大陆目前为止的话呢，真的是因为很生气，所以刘劲松跟这个金井正章里面的表现的态度是告诉你啊，你看这个大陆的这个外交官的话呢，每一件事情他们都是有动作的。其实，因为我们长期没有外交关系，所以我们对于外交官的训练，就是基本上变成爱不爱台湾的这种观念了。其实大陆的外交官，他每一个动作，他讲的每一个字、每个词，那么这次当中的话，最重要的外交部的里面所展现出来的，一个是发言人叫林健，另外一个是日本的总理事叫薛健，双剑齐发，他们讲的事情真的比较严重。一个林健就问你日本到底要干嘛？你对台独要发出什么讯号？你回答一下。到目前为止，日本没有回答。那个薛健更不要讲了，直接把这个莫名其妙冒出来头给砍下来。我今天上午还跟一个日文很好的学生问了一下，啊，他说他的话就这个意思。是好，现在呢，刚刚
岳老师帮我们提到了，现在日本的年轻人是真的蛮喜欢高市早苗，也可以说他在日本的民调真的就是居高不下。但是我们往外看呢，现在日本的外交，大家说是不是全面失控了？因为除了上任不到1个月，现在中国方面气炸了。那我们看到韩国也因为独岛的问题召见了日本公使，提出了抗议。而且您从图卡当中看到了，国会议长直接要求日本说，必须要展现出对2战的真诚反省，还有负责的态度。俄罗斯方面也是出口警告，说对日本外交官等30个人寄出了入境的禁令，而且在北方4岛展开大规模的军演。那北韩呢，无独有偶公开批评说，日本撕下和平国家面具，暴露了战争国家丑恶嘴脸，而且警告说，日本挑衅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好，现在大家在看说高市的路线现在蛮激进的，1个月之内哇，一口气得罪了中俄韩朝这4大国，也让其他的亚洲国家其实感到蛮紧张的。所以跟就您来看，日本的外交再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陷入全线孤立化这样的困境呢？高市早苗，你绝对不要因为你的民调升高而窃喜。我可以告诉你，日本年轻一代根本不在乎政治。更不在乎国际局势，跟我们台湾小孩一模一样。他们连他们自己的定位都搞不清楚，所以你以为从这个来自这些年轻人的高支持率对你有什么帮助？你要回归现实，你要回归为什么中韩以及俄还有朝4个国家现在都对你表现出强硬的态度，那就是因为你最近的这些言行会导致这些国家侧目。当然会侧目啊！什么叫做存亡危机？存亡危机事态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万一发生了这个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日本要再武装吗？其实再武装这个议题，几十年来、半个世纪以来，都是亚洲周边国家所害怕的，很忌惮这个问题。日本它因为宪法的规定，它不可以再武装它的这个部队。那如果说它能够它现在派驻海外，它只能就在一种什么，就是一种人道救济的那种状况下，但是它绝对不能成为一种派兵也就是说，波斯湾战争打得多凶，没有日本军队，没有日本自卫队，为什么？因为你在宪法不准你派。现在你高市早苗，你突破这个禁忌之后，所有国家侧目。我跟你讲，远在澳洲1万公里以外的澳洲，他都侧目，为什么？他最害怕这个，因为澳洲吃过亏的嘛。澳洲、纽西兰、印尼，每个国家都怕再吃这个亏，所以邻近的国家，那更不用讲了。高市早苗据说12月26号要去参拜靖国神社，我看是真的。他现在都不敢讲话，为什么？因为我真的要去啊。为什么？因为我要继承安倍的遗志啊。安倍13年前去过啊，当时去的时候的结果下场是什么？就是稀土不给啊，大家还记得吗？北京当时就说你这样搞的话就不给。这13年来，日本受到教训了。本来是9成靠大陆，现在5成靠大陆而已了。他们已经赶紧想办法弥补了。可是那时候真的非常严重啊，所以大家晓得说，你如果说你真的去参拜靖国神社，就有点像纳粹集中营一样，那是永远的耻辱。但是日本的民族性很奇怪，他认为这些人是英雄。这些靖国神社3种人啊，一个什么日俄战争。还有什么中日战争，还有一个太平洋战争，3种人，这3种人他们派出去的都是侵略者，都是各国厌恨的人物。结果他们现在供在靖国神社里面246万名官兵的香的牌位，你去参访他，你就是怎样？你就是不尊重周边的国家，尤其是南韩、跟台湾、跟大陆。所以大家就晓得说，他如果胆敢去的话，那他就跟周边国家干嘛？就是宣战。所以俄罗斯说，我现在开始举行军演了特别针对北方4岛举行军演。北方4岛哪4岛？国后、泽捉、色丹、池武这4个岛，这4个岛的争议已经80年了，到现在不能够解决。俄罗斯再次军演就是告诉你说，不可能解决，我不要跟你谈。那日本到现在，你看得罪大陆以后，俄罗斯对他也那么强硬，朝鲜也不遑多让，韩国为了独岛也是这样，你就觉得四面楚歌，川普来帮忙吧，没人要帮你。
哦，确实，那日本这样动作频频，大陆方面是怎么样反击？我们就来看到，因为日本从1956年加入联合国之后，隔2年，1958年就非常开始很积极要争取非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嘛。其实这70年来呢，一直有机会就想要希望可以得到这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对日本而言，这也被看作是他们战后国家正常化的最后一步。所以历任首相其实他们心中都有这个梦。但是现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就直接宣布了，说日本根本没有资格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好，大家再看，就因为高市的这一句话，让这个日本的这个入常梦是瞬间清零了吗？哦，这个议题要分成2个层面先来说哈。我们现在说第一个层面，台海的一个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因为台海当中包括了亚洲的一个航线，包括的能源，包括的电子产业等等，这个我们就不再赘述哦。但之前驻韩美军有说过，未来会有2个任务，一个是防卫朝鲜，另外一个就是台海介入，就是台海如果有事的话。驻韩的美军，韩国不加入哦，驻韩的美军他要加入。今天意大利媒体直接说哈，其实中国很怕一件事情。我刚刚跟各位说，中日2国极度的克制哦。意大利媒体他说，中国最怕的就是万一日本再武装，同时去介入台海的话，同时美国跟台湾跟日本的一个介入，会不会对中国比较有利？这个是不一定的哦，这是不一定的。先有这个条件，但是我们来说这个入常哦，讲到这个入常梦，日本就真的难了。哦，为什么有真的难的呢？我们去把那个联合国的定义先抓出来哦。联合国的5常是哪5常呢？很简单，2次世界大战当中带领着全世界去打败那个邪恶轴心的，叫5常。哦，所以当时中国、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后面改名叫俄罗斯。那我们来看哦，谁被撂倒？撂倒当中，第一轮是日本、德国跟意大利。所以那时候最早的时候，这3个国家是美军进去托管，它的定义叫托管。后面发生了韩战，韩战完之后又托管的一个地方叫做韩国，所以简单的说，就定义上来说，如果我们就联合国的定义，它要入常，这个是有它的一个困难度的。第二个，日本当然有它的一个强度啊，日本的强度是它目前在全世界的经济是排前5大。目前美国、中国、印度、德国、日本大概就是5大当中在盘旋，军事的话大概是排前10大，但就定义上来说，这是第一个比较麻烦的定义。第二个是你要跟中国去在联合国当中比投票，连美国都比不赢。为什么连美国都比不赢呢？我来跟各位说哈，在过去40年的过程当中，美国人曾经叱咤风云，但后面美国人发现要经营国际关系好累哟，又要人，又要钱，又要不同的语言。那过去是所有的人都到美国去读书，那很简单，最精英的人都去英美读书，以后这些人当总统呢，当然是比较亲近我们啊。可是过去40年当中，中国很认真的在经营非洲、中东、拉美等等的关系。所以呢，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你有什么需要？而且他们也说哦，他们不会像过去殖民地的一个时代去来殖民你。那中间有很多的因缘际会啦，所以我们简单的说哈，在联合国比投票的话呢，现在美国都没有办法撂倒中国的情况之下，日本要入常，看干蛋共3个字。不可能。现在呢，中日关系不但没有缓和，而且几乎是全面炸锅了。就是因为高市早苗一句台湾有事的这一番言论，引爆了北京震怒。我们要来看到呢，现在学者点出来，因为说其实呢，高市早苗他这一句话就是直接踩到了北京的4道最高的等级的红线。我们来看到，包含了是主权红线，认为他讲的这些话呢，暗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有民族记忆红线，因为挑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伤痕；还有政治尊严红线，明明才在釜山跟习近平承诺说，会稳定关系，但是怎么回国之后就背刺挑衅？还有包含了国际化红线，企图要把台湾的问题推向国际战场。所以呢，北京现在反应也是非常的激烈。你可以看到，北京马上就祭出了4把利剑，包含了旅游禁令。日本的经济产业省就评估说，如果中国的游客减半的话，那他们 GDP 至少是会下滑0.3%，影响47万人他们的就业哦。还有包含稀土管制，因为日本的这个高科技产业呢，非常依赖中国的稀土，尤其是您看到了像是迪特，这几乎呢都是从中国来进口。还有产业链的脱钩，加速了对日本产业的国产的替代，以及包含实战化军演、扩大海空训演范围，而且提高频率，对日本的自卫队射入台海的行为，也画出了这个明确的红线。那还包括有一个热腾腾的消息是在我们录影之前宣布的，因为中国直接通知日本说停止进口日本所出口的这些水产品。那现在大家就在想说，是不是接下来压力会越来越大？
所以日本有艺人也接连表态了，像是歌手美伊里亚，还有演员呢石野浩二，他们直接在微博上公开表态，说永远支持一个中国。好，想请教韵老师了，你来看高市他踩到的红线到底有多严重？还有说这几把利剑，哪一件对日本来说最致命？非常非常严重啊！这个里面讲的这个4个红线都是跟台湾有关的。主权红线，他讲的台湾有事，学安倍晋三讲哈，日本就有事。我觉得日本就应该有伤势啊。历史来讲的话呢，历史仇恨因为大家都会强调14年的抗日台湾从1895年开始对不对？我们的抗日的话呢，你要加多少年对不对？要加上就进去然后这个政治上的红线，大家不要忘了。就是在这个在韩国的时候 ，APEC 会议当中，这个高市早苗跟这个习近平主席还见面了30分钟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开始。高市早苗回头就见了林信义还称之为执政对不对？那么这个对于这个大陆来讲的话呢，就非常生气那就要把这个台湾问题国际化，因为这高市早苗讲的这种事情的话，也只是很委婉的把所有日本的心里的想法整个说出来。但是日本本身就是日本跟中国就是2个不同的国家，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你刚刚问到的问题就是说旅游禁令的话呢，说句良心话，日本人的话呢很倔强。日本人到目前为止的消息不但是拒不道歉，也不要把话收回来，甚至说高市早苗12月份的时候要参访靖国神社，到里面的话披麻戴孝，哭得死去活来，就是要做给你中国人看。所以说我可以这样讲第一件事非常重要，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高市早苗的情况也有预谋，日本的政客也有预谋，那中国的这个政府单位当中的反应那中国的预谋我可以这样子讲就是说在11月7号那一天第一时间内。就外交部、国防部再加上国台办，同时集体反应，用到最激烈的文字。最后第2天的晚上凌晨1点半，召见那个日本驻华大使，就叫做奉侍，表示什么呢？表示从上到下。这奉侍这里用的词语，外交词语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里面非常严重。那另外的话呢，我自己的话呢，这个我非常了解大陆人的心情因为我自己也是算大陆人嘛。所以说，大陆的整个民情舆论都非常激动。像你刚刚问到我说旅游稀土产业链脱钩包含禁买财产品呢，我觉得这不是重点，这都不会是重点。实战化军演是重点。我可以讲，这个预期上来讲，我觉得高市早苗这个妈妈桑讲出来的话，真的把台湾害到了。因为台湾人几乎所有人认为这个仗打不起来。这个仗绝对打不起来，为什么？就是会觉得说，你只要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台湾人有这个弹性，但是日本人很傻，日本人没有这个弹性。高市早苗做了一个违背的事情。这个现在实战化的军演的话呢，里面配合这个实战化军演，不是只有在黄海实战演习实战演习这个3天而已。这实战化军演的话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大概大家都没有觉得消息，整个围台的这个大陆出动的战斗机60几架次。就这几天几乎都是这样子，然后这里面的话呢，出现了一个最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是俄国啦、韩国啦、朝鲜啦，整个东北亚地区沿着日本当中都环绕的开始表达有一种都谈到军事上的问题，这个详细的情况等一下可能会有人再谈到，我不愿多说，但是我会大家想一想，你认为这一切都是偶然吗？为什么韩国、朝鲜、俄罗斯怎么突然之间都对日本表达强硬呢？那这些的话呢，难道不是预谋吗？虽然我没什么证据，但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想。所以我觉得说，这一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好，谢谢岳老师精彩的点评。我们就要来看到刚刚说到的这4把利剑，因为大家在说，这真的是非常精准的扎在日本的命门上。怎么说呢？其中尤其是稀土的部分，因为日本自认为说现在已经降低了对于中国的依赖，但我们从图卡上您可以看到，事实的情况就是还是有60%就是靠中国。尤其现在呢，全球的稀土加工能力呢，90%就是掌握在中国的手上。以及包括了全球70%的稀土产能在中国。好，那回顾2010年的钓鱼台争议，当时呢，日本的汽车、科技这些产业是完全慌了手脚，尤其当时稀土的价格是一年之内就飙涨了10倍。所以现在很简单的来说，就是现在如果是稀土一断的话，大家在说，那日本的汽车、半导体还有军工业可能是全面被垄断了。好，我们要请明宽哥来看了，因为德国前阵子他们被迫要停产嘛，是，那就连川普这么倔强的川普都不得不低头。好，那现在日本，就您来看，他有办法可以承受吗？稀土的话，日本当然是没有办法承受，但是我们这个议题要从高一点的地方来看这个大议题哦。
刚才老师有说有可能会走向战争的一个边缘，我个人比较乐观。为什么个人比较乐观呢？我认为现在中国跟日本是把这场戏的张力全部张到最大，但其实双方都非常的克制。那我们一则一则来谈哦。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哦，日本一直有所谓的首相荒。什么叫首相荒呢？日本的首相只要听美国的话，他一般能做的比较久，除非像安倍中间遭遇到了不好的事情。那中间呢，你只要向中国去倾斜的话，很奇怪哦，那个首相待不久哦。所以后面呢，各位可以发现呢，后面的话首相就常常换。所以呢，很多人就说日本的首相像什么呢？像走马灯啊。那走马灯后面等到了高市早苗，高市早苗也是花了9牛2虎之力才上了日本首相。为什么呢？因为自民党跟公民党中间还决裂完之后，后面好不容易就经过了一番波折完之后，可是高市早苗目前在日本的民调高达70%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到了一件事情，是川普紧紧握着他的手，感觉是爸爸握着女儿，然后呢，突然间从西装里面拿出一张你要什么，告诉我，我通通会为你满足，这个叫空白支票。但是我们回头来谈到后面的架构就是双方把戏演足，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哦，日本的外务省赶快去跟中国的外交部来洽谈的当中，这个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画面，中方也得到了该有的一个回应。然后美国还说哦，他们会从延国的基地撤回了提风系统，所以双方其实是在降温的。但我们谈论到稀土这个就有趣了哈，全世界的稀土呢，它非常的重要。可是稀土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麻烦，是在过去稀土是什么呢？是吃力又不讨好。价格不高，从矿源沿路到湿式的提炼，一直到干式的提炼，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方法。可是很多人不晓得，缺了稀土，医疗不能动，汽车不能动，电子不能动，太空不能动，通讯都不能动。我就不讲细节，各位还记得吗？单在今年，欧洲4大品牌他们说没办法做车了，为什么呢？因为稀土当中有一个叫做永磁磁铁。永磁磁铁它做的叫做永磁马达，它具有很高的一个磁链性哦。后面日本的 Suzuki 也出来投降，我们也做不了车了，我们也没办法做。各位，这单是汽车。所以后面呢，我们去谈论到川普的一个关税，我个人对于川普我是看不懂啊。川普的关税很多时候他是举着正义的一个大旗，但很多时候是你内容到底要讲什么？各位还记得吗？后面当整个美中握手对于稀土的议题谈完之后，突然间墨西哥跟巴西懵了啊！天哪！中国的关税比我们还便宜耶！中国的关税比墨西哥跟巴西还便宜耶！但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哦，中国这次在关税的谈判上，他们是处于被动的一个角色。但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他们每次在关键的时间点，常常可以取得重大的胜利。所以我们只能说，稀土这个战役可能未来在20年、30年当中会持续的演进。但目前从矿源到提炼到最后的一个终端产品来说的话，中国具有优势。美国、欧洲一直说，我们现在要赶快来，要加油，我们要买矿产，我们要建工厂。其实这是需要20-30年的一个功夫。最近美国刚刚去跟非洲提了所谓的矿源保障，但是呢，他们非洲人说，中国已经先来了，现在新的货还是要先给中国，后面有多的新开采的再给美国。所以这次中国在稀土这个领域当中的话，可以说是打蛇打七寸，打的整个美国跟欧洲跟先进工业国打的是哇哇叫啊。是好，除了从经济上来看，其实在外交层面，大家也在分析说，拿日中2位领导人的外交层级高度来看，因为分析认为说蛮讽刺的，日本呢是背信忘义，说背后对中国下毒手，但是北京方面呢，对大国的外交当中反而是展现了这个成熟度，因为像是中国就信守跟川普的承诺嘛，履行了釜山协议，用这个高价买下了14船的美国大豆。那现在大家在关注说，好，中日关系闹得这么紧张，那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美国现在悄悄的把这个延国基地部署的提风飞弹撤了回去，而且川普面对镜头的时候，他直接说，其实美国很多的盟友不是朋友。外界就在看说，北京现在是很守信，但是日本反反复复。那大家也观察说，美国现在对日本的态度是不是比较冷淡？是不愿意帮日本来善后吗？还是在跟日本做切割？干哥都已经弄到全球头条了。川普，你倒是讲话啊，对不对？我们日本现在被国际围攻了，怎么办呢？老大哥帮忙，不帮，为什么？当然不帮，为什么？我们才刚刚，敏宽刚刚讲的稀土才刚刚讲好，现在又有一样刚讲好了。我跟你讲，40艘船已经开始往中国开动了。为什么？总共载了84万吨的大豆。哎呀，我跟你讲，其实川普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说，
终于卖出去了，终于卖出去了，船终于开出去了，我可以被农民少骂一点。等一下，我没有这样而已，后面还要再买1200万公吨。大陆外交部已经承诺到12月底我会再买1200万公吨，当然没有像以前那么多。通常每年到现在，中国已经买了这个美国大豆3000万公吨了嘛，可是今年大概只有2000万公吨左右啦。那这一批14艘船已经出去了，从墨西哥湾开出去了。川普心里在拍拍手鼓掌，所以高市你搞这个大麻烦，现在叫我怎么在言语上面去帮你忙，很难呐，你知道，因为你会掂量嘛，外交辞令都是这样，看对方的反应，你决定怎么说，你硬一点，我软一点啊，我硬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软一点。那你现在从头到尾你看今天早上那个画面，你看那个刘劲松，中国外交部那个亚洲司长刘劲松。去看金井正章特别跑去看他，两手插在口袋里面，你讲你的，我听我的然后一脸不屑，也没有太多的反应然后但是记者问他，他还会讲请问一下你们会面的结果怎么样很严肃很严肃就说明了一切嘛，也没有说我骂他他也没有哭着跟我求什么，那你就从这画面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态度是很一致的从薛健到刘劲松，甚至到《环球时报》他们讲的话都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意志是一致的，所以高市长你没有什么选项。但是金井正章也讲了，很难收回，不可能道歉，不可能道歉，那会怎么样那是不是要再事态继续恶化下去？我们现在看这个情况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还是最后由美国来出面还价，办一个什么会议之类的才有可能。不然的话，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来。因为以日本的态度而言的话，他是不可能收回他讲出去的话。是。那可是这个不是只有中国现在对他这么有意见，而是周边国家开始都有意见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高市，我觉得他的首相之路比我想象的还要短命。好，针对于中日之间的这一起争议持续的延烧。刚刚我们特别聊到了大陆的杀招，除了在经济跟外交方面上面的杀招之外，现在这边呢，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大陆在军事上面的另外一个杀招。今天来看到北京尤其是习近平抛出的琉球未定论，正面挑战于来自于日本的主权，并且另外一方面在海陆空三军压境在冲绳，民意也在做反制了。日本被逼到最危险的深渊吗？今天会一起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习近平祭出的这个琉球未定论挑战了冲绳主权，日本会不会被打到最痛的要害呢？另外一方面，大陆包括海陆空现在三军也压境，无人机越界，海警闯钓鱼台，冲绳真的站在中国大陆火力的半径之内吗？来自于军事上面的威胁。最后是冲绳的民意其实是不愿意打这场仗的，不想为美军打仗，所以呢，民意反扑日本，二战的恐惧也再次的被唤醒了。北京能否利用冲绳反战的舆论来反制日本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我们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消息来自于大陆官方的中国日报旗下的一个工作室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重磅影片。这边特别提到，琉球王国呢曾经跟中国大陆维持500年的宗藩关系，1879年的时候才被日本并吞，并且改名为冲绳县。那么这个影片也直接引用了包括了开罗宣言，还有这个波茨坦公告，指出呢日本的领土其实只限于这个4大岛，而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琉球，其实在当时都没有完全的被定论，明确划分为日本的领土。在另外一方面，这个就已经完全是证实了习近平所提出来的琉球未定论，他所抛出来的这个议题。而大陆其实在冲绳也已经长期透过软性的方式布局了许久的时间。2023年，当时我们来看一下李强曾经呢接见冲绳的知识。那么日经新闻也揭露在这一段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包括了200个境外的账号不断的煽动冲绳独立的一个内容。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来看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祭出的外交杀招琉球未定论，会被杀的日本措手不及呢？尤其这个地方特别重要，因为它是美军这个驻日美军
基地的重心，也是日本介入台海必经之地哦。习近平这一招能够打中要害吗？大使怎么看？这个是当然可以打到日本要害了，因为日本事实上的话，你说1879年被日本并吞是被日本非法并吞，因为在1879年的时候，包括美国、包括日本、包括当时的中国大陆都承认琉球是一个独立王国的，那所以日本的并吞是，而且当时的是琉球人所反对的，不是自愿跟他合并的，不像他当时这个跟韩国哈。它是日韩同主论以后，它是合并的，韩国并没有太大的反抗。这个琉球是强力反抗的，而且派了使臣到中国去跟李鸿章跟清朝求助。那中国大陆当时也反对，可是因为1895年后发生甲午战争哈，中国大陆连台湾都丢了，所以啊，那就琉球的问题就一直摆着。可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在开罗宣言的时候。照我看的历史，当时这个罗斯福跟蒋介石总统就讲说，他说这个我们都知道琉球不是日本的，你们中国有没有意思收回去啊？对不对？那当时蒋介石没有做反应啊，后来他怪那个时候王宠惠没有把它讲清楚，因为张宠惠是现场的翻译啊，那这件事情就有点不了了之。可是后来的波茨坦宣言。基本上琉球是要当做它不是就没有就说就不是日本的，所以美军才完全占领以后，当时的处置是要交给联合国，然后联合国然后用托管的方式，最后交由琉球人民用自决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出路。那日本就很紧张，那琉球人如果给他自决的话，一定是寻求复国的，因为他们有500年的上世王朝，上世王朝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个琉球叫万国精良，它是这个在南海上重要，这个东海上重要的这个贸易据点。另外一个，它这个国家治理哈，这个当时明朝皇帝颁了一个匾叫它守礼之国，这个国家民风淳朴，然后老百姓生活得非常好。你要说它是群岛还很小的话，它有多少？它有4600平方公里啊，将近5000平方公里啊。那是台湾的大概6分之一、1/7啊，人口有155万啊，不是小地方啊，所以它过去是一个很繁华的一个独立的王国，世外桃源，被日本并吞了。那日本并吞以后，对琉球人是把它当做什么？当做2等公民。琉球人在日本的社会历来都受到很大的歧视啊，他们叫这个琉球人。然后呢，2次大战的时候，美军打日本打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是跳岛战术，所以我们台湾人是很幸运的。那时候美军选了半天，说打琉球不要打台湾，如果打台湾的话，台湾是死伤惨重啊。结果美国直接从菲律宾拿下菲律宾以后，跳岛就跳过台湾，就直接打琉球。那琉球这个战役里面，琉球的老百姓不但被美军死于美军的枪火，也死于日本军阀。日本军阀怕他们怎么样投降，然后呢叫他们跳崖，然后呢你不从的就把你就处决。日本那个琉球人死了几乎1/3到1/4的人口，所以琉球对于这个日本人是极度有他的戒心的。而琉球的语言文化都跟日本不一样的。你要去琉球去看的话，琉球最多的是什么？跟我们金门一样，风师爷。松狮爷，所以琉球事实上，它过去跟我们福建的关系最深。那琉球人都到福州有个琉球馆去求学经商，都经过福州的。那个时候明朝的时候，要帮助琉球的这个发展，有闽人36姓，就是我们福建人36个姓的人迁居到琉球，帮助他的文化提升，各种各行各业的去。所以琉球人很多人都说我是中国人啊，那被日本人是很奇怪的事，而且他是被日本强占的。所以今天这个中国大陆讲琉球问题，只是回归一个国际法上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合法的一个声明而已。那琉球到现在有很强的复国运动，所以呢，对日本人来讲，他一直压制，他一直强迫同化，他一直移民。可是琉球人他知道他自己不是日本人。还有自己的文明、自己的这个传统历史啊，所以如果有大国愿意声援的话，我想日本这个琉球人会
增强他们争取自己的权益。他们现在就跟这个哈，他们这些人就讲说，他们的第2次大战的时候那个命运要被重演了，日本人又要牺牲他们了。要把琉球当作战场啊，先牺牲琉球人的命啊，来保住日本人的命。所以呢，这个看法在现在琉球很普遍。是。所以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提琉球也是在帮琉球人解除一个未来可能的一个整个很悲惨的命运。是好，刚刚大使帮我们特别看到回顾当时的历史。那琉球人有没有可能借由这个2战当时的一个伤痛顺便就是因为对于日本跟美国的不信任，中国大陆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顺应冲绳的民意来用这个方法牵制住日本？等一下我们请上这个会持续的帮我们做分析。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来看到，在刚刚习近平提到的这个琉球未定论的时候，是不是也用武力的方式要触及到，让他知道说，中国大陆是有办法可以触及到冲绳的呢？尤其现在包括了海军、空军、海警大陆是3路一起动起来，日本恐怕都是挡不住。刚刚提到了3路，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海军方面怎么做？这是来自于大陆的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11月18号到25号会每天实施的是实弹的射击，那么地点就在江苏的这个连云港的一个外海。距离日本最近的离岛大概是870公里，距离九州900公里。告诉日本说，我们的导弹是打得到你们的。另外一方面，第2个则是从空军方面，大陆的无人机直接大辣辣就穿越到了与那国岛跟台湾之间的空域，日本只好被动式的派战机来做升空，但也不能多做什么。最后是海警，11月16号4艘海警船，他们呢都是有搭着这个舰炮的，轮番闯入了钓鱼台的领海，日本抗议之下，大陆也是完全无视的。这个是用这样子的方面来向日本展示说，大陆有足够的武力来支持琉球独立吗？也有哪一些是最致命性的，会对冲绳带来最大威胁的武器？干哥怎么看？中国海事局本来是发布这个在黄海的那个军演实弹射击啦，是17号到19号，结果到今天打到一半，他说不过瘾。我们决定从18号延到25号继续打，为什么？我就打给高市早苗看的嘛。老实讲一句，我继续在这边军演，距离你们不到1000公里，你们的 P1 侦察机一定会看得到，而且拼命收集数据，没关系，就让你们收集。它的 P1 海上巡逻机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海上巡逻机，所以说我就让你收集嘛，对不对？看看你觉得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态度是什么？好，这是军方实弹射击，因为是实弹所以海事局为什么要发布就所有的船只都要回避不然的话，你要是不小心被我们的军演给打中的话，那就很麻烦了。这也同时警告的外国船只，所以日本距离这么近，当然是直接警告嘛。那中国的无人机无侦7跟无侦10这些飞机都很像美国的全球鹰长程无人机。长程无人机它可以在天上滞空超过30个小时，它竟然飞越了与那国岛跟台湾之间的领空，距离与那国岛很近，与那国岛的雷达已经抓到它了。那抓到它代表说什么？代表我今天不是用歼16来对你示威，我是用无人机，下一步我就会用歼16。下一步要是我飞越与那国岛附近上空的话，那就是直接警告，而不是挑衅了。那所以就是我今天派无人机去，你看到无人机，你会觉得威胁很大，那下次威胁更大。所以另外第三方面还有就是大家不太会注意到的，中国海警派了4艘具有舰炮的海警船其实那根本就是军舰好不好？那就是以前退下来的056，把它改装成那个海上巡逻舰它是带着舰炮的。通常来讲，一般的海上自卫队是不会带舰炮的，除非你就是说有重大的事故才会带着舰炮。那中国现在带着舰炮，然后我要坦白讲一句，中国在去年已经要登全世界第1大的海上自卫队了。就不是海军海上自卫队10年前日本最大的7000吨的福岛号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军事迷都跪下来羡慕。现在中国的最大的海事船兆头级
12000吨，日本早就被比下去了。所以在这三管齐下之下，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日本它受到的压力有多大。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要讲回来，冲绳地位未定论，当然未定啊。为什么？因为冲绳在1945年冲绳战役叫做阿号作战。阿号作战的时候，那个就是他就逼所有的人民，你们就美军攻上来的时候，你们只有一条路，从悬崖上跳下去。刚刚大使讲的，从跳下去，不然，男人会被枪毙，女人会被性侵啊！你们要选哪一条路？结果刺刀不是对着美军，而是对着自己人。他们真的从悬崖上跳下去了，死了多少人？死了大概30万，相当于当时琉球人口的1/3多一些。所以你就晓得说，琉球人根本是痛恨日本人的嘛。他今天如果他有机会的话，他一定要寻求独立。中国讲的地位未定论是没有错啊。不过我讲一句实在话啦，就像你说台湾有事，你们也有事，你们日本也有事。那如果说我今天讲你的琉球的话，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看法？对不对？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觉得日本高市早苗，你应该自己要想一个办法下台阶，不然的话这件事情不能善了。对，确实所以现在琉球的内部充满了氛围，就是他们琉球人其实也不想要成为不管是日本或者是美国的炮灰所以冲绳的民间团体最新发声，他们说台海有事，那么冲绳必定遭卷入。他们也痛批美国只会把冲绳当作前线，不会真的保护冲绳的人民。那同时间呢，大陆的官方的解放军报也特别在这个时间发文，他说只要日本介入台海，日本全国你都会有战争的风险。中国大陆能够靠着这个冲绳的民意的一个支持来牵制日本政府吗？上次哥怎么看？我们首先讲冲绳，其实在每年的11月初的时候，可是中国味非常非常浓的，因为他们固定在冲绳的时候会有这个首里城复兴祭。那这就是一个祭典，那么游街的一个祭典是什么呢？就是模仿在当时时候冲绳王国的国王王妃受中国册封的时候，当时游街，所以这个是在整个在冲绳岛每年的11月初的时候，连续好几天跟我们在京都看到那个时代祭，平安时期的部分是完全不一样的，就中国味十足。所以这种文化的根源的牵扯性我们不只是现在在论斤计价这些，包括美军军事的这些现实性。那但是我们必须得说，今年2025年1月的时候呢，冲绳选出的新的知事叫做花城大辅，他当然是自民党跟公民党合推的，打败原有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玉城丹尼。要知道，真的前几年前冲绳的前知玉城丹尼真是红遍中日台。什么意思呢？2024年的时候，当时这个赖清德刚选上的时候，总统刚选上，他邀请全日本所有的知事来，唯独不邀请冲绳这个知识，因为这玉城丹尼爱中国、爱福建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没事就跑去福建。所以为什么说李强接见？要知道，通常来讲，冲绳知识作为日本的一个县作为一个区域的部分的知识，你见不到像李强这样等级的人。就是玉城丹尼他拥抱福建而且一直视为说，刚刚我们讲文化的这个根源性、历史的根源性，所以可以说这几年当中，冲绳整个对于中国的连结是玉城丹尼这位前知识一手推动的，而且非常非常强烈。福建那边我去福州的时候，就好多跟玉城丹尼有关的，跟冲绳新建了很多新的这种合作的项目当然，我们现在其实看到，其实对于整个在琉球来说，当然最大的反对就是美军基地了。我觉得美军这件事情有一个数字是，从美军基地建完到现在，在美军在冲绳犯的刑事案是数千件，将近7000多件。这里头包括强奸案各式各样的抢劫，而这些的案件当中，95%以上基本上都是美国他们自己处理，并没有在日本或冲绳当地的法令来处理。所以为什么大家不能特别很难想象说冲绳为什么这么恨？其中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年轻女孩子等等受到欺负，各位几千件数千件。所以我们来讲现实性，不要说噪音安全这些事情，现实性跟历史性拉扯，到目前为止在冲绳依然是非常严重。我们看到短视频很多年轻的冲绳姑娘都说我不是日本人，我是冲绳人非常非常多，网络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样子深刻情怀可不是老一辈哦，年轻一辈也都是。所以这种拉扯，我认为对于冲绳自己本身还是有个长期的这个晃动跟不安定的影响。难道日本的军国魂苏醒了吗？今天会来做关心的是高市在挑衅了中国大陆之后，还踩了核武红线、自卫队的红线等等。北京则是展开了实弹的开火反制。美国是默许日本当对中的枪手吗？东亚的这个新的战火是否正式要炸裂了？今天我们会就这些议题来做关心。今天的开场3个火线话题，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确实现在高市受到日本国内有50%以上的民众高度支持他，而另一方面，北京则是开始做的是实弹的开火的一个演训。那么双方军力互秀肌肉啊，日中关系、中日关系会不会真的走到双方得用军事武力来对撞呢？中国大陆会对日本真的动手吗？第二件事情来看到的是，高市这个时候提到了说可能会来松绑无核3原则当中的其中一项，这个是针对于核武的部分，而自卫队的权限现在预估有可能一路的来做上调。今天我们也会请委员就2战的史观来特别解读，日本是不是在走回过去的军国跟核武的老路呢？第三件事情，我们持续来看到，在外交上面，日本军事升级，美国则是全程在默许的。美国是在扶植日本当时成为对中的代理人吗？这一场新的东亚战火随时就要引爆了吗？今天就会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做关注。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句"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如果认定成立是可以动武的，直接把东亚现在推向了一个新的火线。北京虽然是震怒，而且影响了整个区域上面的紧张关系跟安全，但是日本的民众非常的支持高市。来看到一个最新的民调，来看到是日本的民众受访者当中，有将近49%的受访者是赞成，并且倾向这个高市他的对话、他的访谈的，认为说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60%的受访者更是赞成高市增加国防预算的这样子的一个提议哦。朝日新闻的最新民调也可以看到，总体来说，目前高市内阁的支持率甚至高达了将近70%。大家都非常的支持高市，而不只是在民调上面，我们看到日本在军事上面的动作频频哦。在宣布民调的同时，我们看到日本也发布了令和7年度的统合研习宣传片，当中特别曝光了5.8万名的军力，加上300架战机的大规模演训，涵盖科目都是具有高度挑衅的科目，包括了登陆、远程打击等等。重点是自卫队的军衔现在是说是不是恢复到过去的军国主义影子了呢？因为他们恢复了大佐、中佐跟少佐过去时代的一个旧称。看到目前种种的挑衅，中国大陆也祭出了一系列的反制动作。我们今天特别来从外交、军事跟经济上面来看到大陆的方面的动作有哪一些。外交上，副部长林晨奉侍来召见了日本的大使，是最高规格的一个警告了。军事上，中国大陆从今天开始17到19日将会在黄海这边进行实弹的射击，而看到了这样的状况，日本是立刻火速上传了他们的舰艇射击、直升机进行反潜作战训练的一个演训画面。经济上，北京的最新宣布，也就是在昨天深夜的时候，发布了赴日的旅游警示，暂时避免非必要前往日本。香港同步亮起了旅游黄灯，大陆也奉劝自己的学生不要再去日本做留学了。我们来看到牛弹琴这边也特别写下了7件是高市犯下的这个7宗罪，其中特别提到了干涉内政、破坏战后的新秩序的采的一中原则，动摇中日政治基础，还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违背当时见习近平的时候承诺。日本曾经表态坚持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中的立场，而且高市至今错了还是不愿意改。节目一开始要请吕院长就军事方面帮我们做分析。北京祭出了这个黄海的演习之后，日本现在50%民意仍然是挺高市到底。中日有没有可能真的走向军事上面的对撞？中国可以对日本动武吗？但是中国会对日本动武吗？舰长怎么看？中国不会对日本动武，但是日本会借着中国大陆所有的军事行动来
更趋向这个军国主义啊。那这是我们看到有关于高市最新的透过这个共同社他所做出的一个民意调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自去年12月以来最高的一个民意支持度啊。那这个支持度呢，那或许也就是当初为什么高市他必须要这样讲。可是我们刚刚除了看到奉侍那个召见日本大使的时候，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中国大陆驻日本大使馆啊，其实讲了几句重话。其实他写的这个黑体字不是重点，重点在下面。他讲说，如果日本将自己的安全基于其他国家的领土上，他讲的就是台湾啊，也就是企图派兵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然后将根本上改变和平发展路线，那从根本上破坏战后的国际秩序。所以这个通通都是指明的问题在日本的这一方。那当然大家有谈到有关于解放军派舰队通过大隅海峡的部分啊，那有的专家学者说这个很紧张啊。其实这不用紧张，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的，他一开始拍出来的是815电子侦察船，那接下来他才派了一个编队。这个如果我们来看的话，是103，也就是055万吨驱逐舰。那如果按照中国大陆的军事的用语，应该是103编队啊。那有很多人说这很少见啊，其实不少见，可能是之前没有掌握啊。这是我整理从去年12月5号以来，所有通过大隅海峡的各个单舰或者是编队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一点也不常见，不是一点也不会很罕见啊，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项目啊。那至于说这一个实弹射击的部分呢，其实也是。那我们看到的这张图，大家都说，哎呀，这真的是针对于日本的一个反制的行为。可是我们如果看这张图，你就会非常的清楚的明白哦，也就是其实它的这个区域呢，我直接标注起来，都在于中国大陆的领海基线之内。也就是这根本就是中国大陆的内水，而且它进行的这一个射程呢，其实也很近。那它以前有没有在这一个点呢？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个扁担港的这个地方进行军演，还真的有。那随便挑，2021年，那因为这是我在台大做的一篇论文啊，也就是说，其实它就是在这个扁担港这个地方，它其实做的非常密集啊。它无论从7月、8月、9月不断的进行实弹射击，然后我个人依据它这个超演的范围啊，它可能都在试射各型的飞弹，从红旗17到红旗16到红旗12。不断的测试。不过我们这样讲啊，中国大陆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一个工具，现在都从工具箱里面一个一个拿出来。对，那也就是它原来就是要做这个实弹射击，不过现在讲说针对你日本，也就是对你一个提供。但是我们这样讲啊，也就是中国大陆真正的武器大杀器没有拿出来啊，也就是我们看到，如果它真正试射了这个东风16的话啊，也就是说东风16其实呢，它是一个可以涵盖日本从北海道一直到那个西南诸岛的这一种短程飞弹。那这个以前大家称之为叫做冲绳快递。那现在如果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开始试射东风16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平临那个作战一线。是好，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的反制也有一系列的军事的动作，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那另一方面，确实现在大家要再担心的就是说，有一个迹象，是不是日本默默的往军国主义的方向走？我们现在特别要观察到几个重点，尤其是针对于核武的方面，还要针对自卫队的方面，日本是不是要重新来定义他们未来的军事方向了呢？甚至往更危险的方向走？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高市已经被爆料正在考虑松绑
这个是无核3原则中最敏感，其中一个比较敏感的项目就是不运进核武。理由是高市说不可以让美国的核武入境，会削弱对于中国的核嚇阻的效果。另一方面，大家应该也知道，这个最新的消息是有来自于这个南韩已经获得川普的批准，可以造这个核动力潜舰。那日本是不是也在试探同样在核武的底线？如果真的成真的话，等于说整个东亚都被推向了一个核的一个危险的一个边缘呢。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彭博也点出了是说，针对于日本的这些挑衅，其实中国大陆手上握有4个可以反杀的工具。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除了说可以限制日本的观光之外，第二个就是限制对日的出口的稀土，因为呢他们的稀土日本就占了超过70%，重稀土更是达到了90%。如果日本拿不到稀土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电子产业，甚至是汽车产业。另外也可以针对日本的企业做更多的查税跟监管，直接会影响到他们的厂商，包括了丰田、本田、东京威力科等等，还可以封杀日本的这些动画电影。一个是在核武方面，一个是在自卫队方面，是不是要走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如果我们从过去2战的历史来做分析的话，委员怎么看？中日的关系是越来越复杂。以过去日本来讲的话，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小心翼翼，不要在中美之间变成任何麻烦的制造者。但是随着日本的内部情势的改变，越年轻一代对于2次大战的历史的解释跟年长一代都不一样。也正是因为这种代际的差距，你可以发现到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突然暴涨，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年轻一代的支持度远高于年老一代的支持度。对高市早苗所谓的日本有事，那么就是存立危机态势，这样的支持度也飙到新高。换句话说，日本越年轻呢，越走向右倾，越走向军国主义的老路。这里面对于日本年轻一代，他们对于2次大战的解读跟其他都不太一样。第一个，他认为2次大战都过这么久了，为什么以前的事要我们年轻一辈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第二个，他们认为日本打中国怎么会算侵略呢？满清政府不是打了整个中国大陆，最后坐上中国皇帝，那满清可以，为什么日本不可以这怎么算是侵略呢？第三个认为就是说中国并没有打败日本这个最主要是为了2颗原子弹所以他们日本吃了闷亏第三个，他们年轻一代的解读更经典，他说我是2颗原子弹的受害者德国打成这样子也没有遭到核子武器的攻击这个对日本是一种战争的不义这个说法事实上在日本普遍的一些网络上都看得到，尤其是年轻一代。那尤其是最近中国大陆的崛起93大阅兵的武器在日本里面充满了另外一种反面的幻想。他们幻想说没什么了不起甲午战争中国也是大船一艘接一艘，还不是被我们日本的小船给打败了？我们靠的是武士道精神第二个，他们的解读更经典，他说那个都是模型，那个没有实际的战力，没有经过战争的考验日本不用担心。日本担心的是什么？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没有扩大军事的建设，所以以目前高市早苗这种扩大财政支出、增加国防经费，使得军工产业的股票大涨，他们认为这条路是走对了。所以这个表示高市早苗以及他的同伙，他目前可以说是自认为走上一条受民意支持的道路，所以很高的呈现。有的人认为说，可能是在于中国大陆的杯葛抗议底下，会使得高市早苗民调下跌。那我们再观察一下嘛，比如说有人提到说，可以限制赴日旅游可以干嘛干嘛，但这些工作会不会使得日本民调支持度对高市早苗下降？我是存疑的。那其他的所谓禁止稀土造成日本产业，这里面有点的复杂，因为包括中国大陆很多半导体产业的设备跟原料也来自中国大陆，比如说晶圆、抛光液等等。
以前韩国的半导体业也曾经对日本限制过，就日本倒过来限制他们说，你们那些化学药品的材料是我日本生产的，最后搞到最后就形成恐怖平衡。那这里呢，中国大陆会采取什么措施不知道，但这对中国大陆所谓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啊，已经构成直接的挑战。这个挑战非常非常的严峻，因为如果中国大陆连番的组合拳，高市早苗一不收回，那问题就会更加的加深加重；二找个方式转还，那副作用仍然在；然后三不理不睬啊，只是把它淡化。那高市早苗只想着走淡化，他说我不列入记录，我那个讲话不列入记录。那这样一来的话，会使得中国大陆的一样的民意感到高度的挫折。对，这高度的挫折就会来检讨一个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在台湾问题上跟日本交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解决台湾问题啊。那我解决台湾问题，就看你日本敢不敢过来。而且要趁着日本整军经武完整之前，我先解决台湾问题。要不然等到你日本有核子武器、核子潜水艇，又买了一大堆武器，我再来打，我不是更自己吃力吗？所以现在日本的大批民意特别支持高市，就是以年轻人的这一块为主。那高市有点像是带着大家的支持度，继续的往这个方向走，是不是？永明老师怎么看呢？是往军国的主义的方向走吗？那另外一方面，美国呢，他是默默的去扶植这个日本，当作是他的对中前线的代理人吗？东亚包括了南韩在内，会不会走向更危险的一个境界？老师怎么看？我的感觉，日本现在在民意上哈，尤其年轻人的民意上是比较保守，而且反中，那某种程度也有反韩，但是因为这2年就是尹锡悦的关系，日韩的关系有改变，可是反中的这种氛围啊，十分的明确。那我觉得高市早苗他这一次在10月7号的发言呢，我个人觉得是个假议题，他其实是项庄舞剑。因为他真的是要在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自卫队派兵前往台湾海峡吗？他真的无知到这种地步吗？我觉得其实不是如此，因为长久以来对于台湾的议题哈，他们这些右派右翼的人其实做了很深刻的研究，3个层面，我觉得他们其实知道目前的情势，但是为什么讲这个话？我先讲这3个层面啊，第一个。老早从1960年美日安保的第一次修正的时候啊，在日本的国会就有讨论，到底美日安保1960年代包不包含台湾地区？那个时候就定了一个，就是一切是以事态概念为准，所以他不会回答。你不要忘记，1960年代日本跟美国都跟中华民国有邦交关系但是签了美日安保是以保障东亚安全，可是呢，包不包含台湾，他不愿意回答，因为知道会激怒中国大陆。所以都用事态的概念，这个事态的概念一直到石破茂都是这么用，石破茂也这么讲。第一点，那他为什么要这么点破呢？第二点就是，其实他们也都知道，安保3法的修改跟集体自卫权，他们叫集团自卫权，跟美日安保根本是一体的，一定是美日安保走在前面。那作为美日安保，如果美国出军或者是美国要求日本来这个予以协助的时候呢，日本可以在安保3法之下引用集体自卫权协助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所以这是第2点。那他这次为什么跳过美日安保，他单干呢？第3点，他难道不知道中国大陆解放军武力发展这过去5年、10年的这种情况？日本当然知道，日本的一般民众可能不是很清楚真的。但日本的官僚、日本的自卫队当然都很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各位，他就是要引起这样的一个支持，引起这个事件，来去突破非核3原则。因为我觉得，其实这1、2年美国、韩国、日本都知道现在中美军事平衡的变化，而美国面临到可能会战略收缩，日本跟韩国都要寻求最终自保，所以韩国就开始讲了核潜舰。日本你如果要讲核潜舰，你第一个要突破就是那个非核3原则。不生产、不拥有，这个不可能，不可能去改变。那不引进，那这个东西它要去改变，所以它要有一个氛围，要有一个动作出来，让民意支持，然后呢，它就可以去改变非核3原则，可以去发展可以去做核子潜舰，也可以让美国的弹道飞弹核子潜舰，也就是拥有核弹头的核潜舰进入到日本的军港。
那美国的核子保护伞就真正的延伸过来，来确保。那这也是美国在跟中国在做军力比较的时候，在核子弹头上面以及在潜水艇上面是比较占优势的。其他其实在这区域的军事平衡都已经不占优势了。所以日韩其实某种程度其实是为了自保。台湾人你不要太高兴了，你以为说这个是台海发生战争，日本会派军队来帮助台湾人打仗，怎么可能呢？用膝盖想，用拇指头想都知道不可能。那他为什么讲这个话？假议题，他其实要改变非核三原则。